我们今天回顾最近的话题。这是1个小时的沉浸播客沉浸就是你在一个东西里面一直待着，那你现在的耳朵一直在听竹子说话，你在听竹子说话，在听我说中文。我们要一起回顾以前说的话题。回顾话题就是一起复习，重新看一遍，再看一遍，再听一遍，再学一遍，再一次，又一次，我们一起再一次的听听我最近都聊了什么话题，是吧？我想这是1个小时的沉浸播客，那你可以一边散步一边听，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听可以不用找新的视频，你可以听很长时间。我最近说了什么话题呢？我们看看我从普通话这一个视频开始说吧。在中国呢你还记得吗？我说在中国有很多的方言方言就是一个地方的人说的话，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说这个话，这个地方说这个话。在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方言地方的语言。那平常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比较有名的方言，大家都知道的方言，比如说上海话上海人说的话，北京话北京人说的话粤语是广东人说的话。广东在中国的南边在中国很南的这个地方，中国很南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方言，他们的方言叫粤语。那香港人也说粤语，所以说粤语的人还是很多的。这些地方他们的话，他们的方言呢，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和中文的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是大家都明白的话，在中国的所有的地方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必须学普通话。上课的时候呢，老师说普通话，学生说普通话，学生不可以说方言。如果学生说方言，老师会说不可以说普通话是老师不允许学生说方言。但是呢，这些学生那这是孩子，他们回家的时候还是会和家里的人说自己的方言所以在学校说普通话，在家里说方言，这是2个非常不一样的像
两个不同的语言，真的像两个不同的语言，就像英语啊、法语、西班牙语都是不一样的啊，听不懂。比如北方人听不懂南方人的方言，南方的方言，南方人说的方言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话，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方言。但是在北方的方言，北方人说的方言就和普通话很像。和普通话很像的，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明白，南方人就可以明白北方人的方言，但是北方人完全不明白南方人的方言。这个区别是很大的，所以，在方言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当地的人，那说这种方言的人叫当地的人，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那就是上海话，说上海话的人啊，我们可以说是当地人，在上海的人。那当地人他们因为有很不一样的方言，所以呢说出来的普通话会有一点口音，可能会有一点上海人的口音。那四川人说的普通话有四川人的口音。广东人，中国最南边的这个省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中国最南边的这个省，那他们说的是粤语 Cantonese 是吧？粤语，他们说粤语，因为粤语很不一样，所以呢，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广东人的口音，这就是口音。而且因为口音非常的不一样，口音是因为他们的方言，所以有口音。因为他们有方言，所以有一点口音。那中国很多的人能听出来他说普通话是广东人的口音他说普通话是上海人的口音他说普通话是东北人的口音。大家说话的口音是不一样的，是有自己方言的影响，方言影响了你的普通话。所以呢，在中国很多人是能听出来的，听出来你是哪里人，听出来可能会有人听出来我是北方的人，但是呢，我遇到的，我认识的和遇到，那就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说话的人和我第一次说话的人，那是我遇到的人，他们经常听不出来我是哪里人因为我自己不会说我的方言我小的时候没学会我的方言。那我的当地人，那就是我从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人叫当地人，我的当地的人，我家当地的人，那都听不出来我是这个地方的人。
所以普通话呢，也是有不同口音的普通话。我说在中国，我觉得一个人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有口音的普通话，没有最标准的普通话。很多人觉得大家都说一样的话，但是因为中国非常大，真的非常的大，所以它的历史也很久，是吧？历史中国人说有5000年，5000年，那这是很久的历史。当然这个语言会变，一点点变化，变了。所以大家说的都不大一样，说的都不是很一样。在中国呢，这个口音是很常见的，真的非常的常见。如果你去中国，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口音。我觉得学中文很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能明白别人有口音的普通话，因为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很难。大家说话都有口音，然后有些人说话不清楚，他们说话是不清楚的，可能说得非常快，就是这样说话，所以完全不清楚。看，这是不清楚，然后又快，不清楚又快，所以真的很难明白。这是对外国人来说，很难的事情，真的是很难。好，然后呢，我说了下一个话题是不是普通话的话题了，是3种特别的工作。3种特别的工作，这3种工作是有一点特别。我觉得特别是因为在别的国家都是机器在做不是人在做。那比如扫大街，扫地扫大街，大街是外面的地，不是家里的地。那扫大街，有很多是扫大街的机器，是吧？在大街上是一个车，可能是一个扫大街的车在扫大街，都不是人在扫大街。在别的国家不是人，但是在中国都是人，而且是大妈，是老一点的女人，不是年轻的小女孩，不是20岁呀、30岁的小女孩，都是年龄很大的比如说年龄就是几岁那你是几岁呀？你多大呀？你多大你20岁。你几岁啦？我5岁。我多大啦？我40岁。我40岁。那在中国的这些扫大街的大妈都是年龄大一点的，是吧？年龄可能在60岁。可能没有60岁。对哈，60岁应该退休了，那就是50岁。对，他们看起来很老，看起来有点老。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很累，所以看起来也很累但是呢，这些工作他们的收入是很少的，是吧？收入就是你挣
多少钱，每个月挣多少钱。你做工作有钱，那这个工作钱多一点，挣的钱多，这个工作挣的钱少，是吧？那扫大街就是挣钱很少的工作，挣钱很少，然后很累。然后我还说了一个工作是看大门的，那这些人好听一点的说法叫门卫，门卫。那做门卫的人没有女的没有女人，这不是大妈的工作，这个不是大妈年龄大一点的女人，对，这个不是大妈的工作了，门卫都是男人做的事情这个是很多男人在做的工作。他们是门卫，他们的工作就是看这个人可以进来吗？不可以，你不是这个小区的人，你不可以进来。小区就是中国的人住的地方，这一个地方是小区。那几个楼都是很像的楼一样的楼，可能是一样的高，一样高然后看起来也是很像，很一样这几个楼在一起，它们是一个小区。在小区里会有一些比如说小的商店可以买东西，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健身的地方，健身嘛，做运动，嘿嘿嘿，做运动的地方，那这是在一个小区里，他会给小区的人这些地方，小区的人住在这个小区的人可以来做运动，可以来买菜买东西，是给这个小区的人。还有吃饭的地方也会有吃饭的地方在小区里所以呢小区是中国人现在住的方式，一个小区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都有一个大门就是最主要的门是吧？最主要的门那门旁边都会有门卫，门卫会说这个车不能进来这个人不能进来这是门卫做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门卫，学校医院，然后还有很多的公司工作的地方都有门卫然后我说的第三个这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停车场收费的人，是吧？在停车场收费的人，停车场嘛，就是停车的地方，你的车停在里面，那这个地方叫停车场。停车场可以是在外面，也可以是在里面都可以，外面的里面的都叫停车场在停车场还是有很多人在停车场里收钱，停车1个小时5块钱这是很便宜的，很便宜，一般现在都是1个小时8块钱人民币RMB 人民币1个小时8块钱，1个小时10块钱都有但也有5块钱5个 RMB 5个人民币5块钱8块钱10块钱1个小时。那在停车场，这些人
叫收费的，收费的人，收费的。后面是人，但是我们不用说，这个叫省略，省略啦因为大家都明白，所以不用说。那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做什么的？我是教中文的，教中文的。这个说工作的，说自己做什么工作，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大家都会这样说。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卖菜的。他是卖菜的，卖菜的人。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开车的，开车的。那开车的，他们有真正的名字，那这是司机，司机。但是平常也可以说他是开车的，开车的人。那还可以说，比如说很多人会坐飞机嘛，坐飞机飞了，飞，坐飞机。那飞机是 pilot， 你可能不知道 pilot 怎么说，那你说他是开飞机的，他是开飞机的，开飞机，开车，开飞机，开车。我再说一个，还开什么呢？还可以开坦克，坦克。你觉得坦克是什么呢？坦克，这个和英语很像哦，这个和英语是很像的他是开坦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专门开坦克，只开坦克，我不知道。那这是在中国的，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很多国家都是在用机器在做，不是人在做。好，然后呢，我又说了下一个话题，我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各个国家都有。那这个就是包养，是吧？包养我说在英语里它叫 sugar daddy， 那他说的是包养的人，但是在中国呢，他说包养他的说法是我包养了一个人那他不会说大家不会说我是包养的人，不会这样说，会说我包养了一个人，我包养了一个人，我包养了一个人。所以这个关系呢叫包养关系，就是包养的人和这个被包养的女人。那包养的人可能是男人。那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包养关系，他们是包养关系。那我是老师，你是我的学生，你是我的 YouTube 学生你是我的 YouTube 学生。那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什么关系？你和我我们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老师的师，学生的生，师生关系。这就是关系那包养关系里面是有一个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他会给这个女人或者男人少一点吧他会给被包养的人钱，给他钱或者给他房子是吧那我说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是包养
包养别人的人，可能会是，不是一定哦，当然不是一定啦，当然不是一定的。但是包养嘛，需要钱，是吧？需要钱。那中国的有钱人，大家都知道的有2种，一种就是经商的人。那我说，谁是经商的人？这个马斯克，他是经商的大商人，他是美国的大商人，他卖车，Tesla， 他卖车，他卖了很多很多的车。这个车是不是电动车？这是电的车，是吧？所以他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卖东西的人。然后还有一种人也是很有钱的，那就是做官的。在中国做官的人也会很有钱，但是不一定是他们每个月挣的钱很多，不一定每个月挣的，每个月你工作，你每个月都有钱，那这个叫工资，每个月的钱就是工资 salary， 是吧？每个月你都有工资，但是做官的人，比如谁是做官的人呢？这个在中国的大官，超级大的官是习近平，是吧？他是中国的大官那他每个月的工资不是那么多，我觉得可能没有商人多，但是做官的人可能会有别的钱，是吧？别的钱我也不知道什么钱，但是我能想到可能有别的钱，可能尤其是在中国好，然后呢，这是2种在中国有钱的人的工作的种类，但是还有很多别的工作种类也可以是很挣钱的这个工作很挣钱，比如说名人，那这个名人可能是明星，是不是？明星呢，就是比如唱歌的人呐，什么像Taylor Swift， 是吗？叫这个名字吗？对，唱歌的人，那他们都是有钱的人吧？那在中国这也是明星，那他们可能也是很赚钱的工作，这个工作很赚钱。但是像比如说中国的医生就是给别人看病的，那这个工作在中国不一定是一个很挣钱的工作，挣钱的工作，赚钱的工作差不多，挣钱、赚钱，挣和赚这2个意思差不多，我挣钱，我赚钱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不赚钱，因为这是在YouTube 上嘛，我在 YouTube 上我才刚刚开始，所以我当然不赚钱，但是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在中国，医生这个工作可能就不是那么赚钱，那么挣钱啊，比如说和美国的医生比，和在美国做医生比，那中国的医生可能不是那么的赚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医生应该是一个很赚钱的工作，应该。然后呢，我又说了下一个话题是吃播。我说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那么喜欢看别人吃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新的一种视频，很新啊。你吃饭，然后呢，你让别人看，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呢，我说了3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陪伴就是陪着你吃播会陪着打工的人一起吃饭。中国有很多打工人，打工就是给别人工作的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家里出来到大的城市去工作。那在大的城市呢，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家人，没有老朋友，那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或者孤独，有点孤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他们会一边看吃播，一边自己吃东西，这样就会感觉有人陪着他们一起吃东西就会觉得更有意思，是吧？这是陪着我，你陪我一起去电影院，你陪我一起去 shopping 买东西，你陪我一起去，和你和我一起去感觉很不一样陪我一起是我需要你，我不想一个人，你很重要，我想要你陪我，不是别人。我需要的是你，那这是陪的感觉。和我一起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陪这个词很好用，也很好听，很好听。然后呢，我说了第二个吃播的第二个原因叫解馋，就是有些人会很馋很馋呢，就是很想吃，很想吃，但是可能他们自己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你知道吗？在中国有很多女孩，她们晚上因为要减肥，所以不能吃饭。你知道减肥就是让自己变得很瘦，不胖，变得更瘦的为什么要变得瘦的呢？在中国这个瘦很重要，越瘦越美，瘦的很美，大家觉得瘦的女孩很漂亮，很美，所以在中国瘦很重要，所以很多女孩子，小女孩，女孩子是小女孩，不是那么小，可能是20岁20岁17岁、18岁、19岁、20岁，
都可以说她们是小女孩或者女孩子，一直到20几岁、28岁、29岁都可以的。那很多女孩子晚上她们想减肥，变瘦，所以她们不吃东西，不想吃东西，不吃饭。那她们想吃啊，但是不能吃，因为要减肥啊，是吧？因为要变瘦，所以呢，他们会看吃播，看别人吃东西的视频，看吃播。他们看吃播的时候，就会觉得解馋了啊！我不馋了，我感觉好像我自己也吃了。看别人吃蛋糕，好像感觉自己也吃了，那这就是解馋。所以解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3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我看吃播的原因。我自己也喜欢看吃播呀，有一点喜欢吧，不是超级喜欢。我喜欢看小孩的吃播，小孩子的吃播。那第3个原因就是治愈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变好。我看了，然后我心情好了，是吧？这是治愈。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说很治愈这件事情很治愈这本书很治愈哦，很治愈哦，很治愈那你可以说看电影是很治愈的，看电影很治愈。那看吃播很治愈，就是看吃播让我的心情会变得很好，我很高兴，看完了我就很高兴了，那在中国生活是有很多的压力，就是压力，别人让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要努力，你要做得更好，不能停，继续。那这是别人给你的压力，可能是你的老板，工作上的老板呐，还有你的爸爸妈妈，学习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家人呐，还有老师都会给你压力。那很多人就是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他们的心情会很不好，心里不舒服，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他们会看吃播呀，看了以后会觉得哇，好治愈，我被治愈啦，我心情好啦，我被治愈啦，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因。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事情可以治愈你。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自己变得开心，是吧？可以是听音乐，可以是画画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也可以是跑步，你跑步是吧？跑步很治愈，你越跑越高兴，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我的下一个话题是一个成语啦。
这个成语是守株待兔。守株待兔，这里讲了什么人呢？是一个农民，是吧？他是一个农民。农民就是在农村工作的人，在农村，不是在城市里，不在城市，农村和城市在农村工作。那这种工作是用身体工作，他们用身体工作，不用脑袋工作。我是中文老师，所以我用我的脑袋工作。我要想说什么我要想我怎么说，我怎么解释，你明白？那这是我用我的脑袋在工作。但是呢，农民他们是用身体工作，这种工作叫体力工作。他们做体力工作，在农村的田地里，很多很多的田地，这些地方都是田地，一块一块的田地。农民会在田地里做体力工作，我们说这种体力工作叫干活，这是一个很好的词。你可以说在家里干活，在家里，那是什么活呢？那就是家务活，干家务活。你干家务活吗？家务活是比如说洗碗呀，洗衣服，擦地，收拾就是 tidy up， 收拾，洗碗，洗衣服，擦地，这都是。还有扫地记得吗？在外面的地叫大街，家里就是正常的普通的地，就可以扫地。那这都是家务活，所以你可以在家干活。干什么活？干家务活，对，所以这个农民他在农村干活，但不是家务活，他干的不是家务活，家务活是在家里干的，那农民是在外面的田地里干，他干的叫什么活呢？他干的叫农活，是吧？你听，农民、农村、农活都有一个字农一个农民在农村干农活，农都是农，对所以呢，这个农民在农村，他在干活的时候，他有一点累，他累了，因为是体力劳动，体力工作，所以他去休息。他在哪儿休息呢？他在树桩旁边休息树桩就是树，一棵树的下面的部分叫树桩，上面的树没有啦，只有下面的树，那这个就是树桩。所以这个农民在树桩的旁边休息，这时候呢，跑来了一只兔子，一只可爱的小兔子。这个小兔子很可爱，但是它的头，这个兔子一头撞到了树桩上，
撞到了树桩上。那兔子撞树桩，撞树桩啊，树桩，树的一部分，撞树桩。那兔子怎么样啦？兔子高兴吗？兔子不高兴，兔子撞死了，兔子撞死了。他不高兴，他撞死了，他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他不知道，兔子撞死了。但是呢，农民怎么样呢？农民怎么样？农民很高兴，农民说啊，我可以用兔子做晚饭。所以农民高高兴兴的回家了。他拿着兔子兔子在手里，然后他回家了。第二天开始，农民不干活了。他做什么呢？他做什么呢？他坐在树桩旁边。对，他不干活，他什么都不做他坐在树桩的旁边。你听到了吗？这个坐和坐在树桩旁边都是一个音，都是坐，但是不一样的意思，是吧？不一样的意思。坐在树桩的旁边，他坐下来，他坐着，坐下来，他坐在树桩的旁边，他坐在那儿干什么呢？他坐在那儿做什么呢？他在等兔子，等别的兔子来撞树桩。他不想工作啦，因为工作很累。他发现不用工作也可以有兔子吃，所以他就等。但是兔子不来了，因为没有那么多兔子会来撞树桩。这个守株待兔，守就是看守，在一个东西旁边看着，就像看大门的看一样，看大门，这个看也是一个意思，也是看守的意思。那看守，守株待兔的守，株就是树桩，树的一部分，守株看守在树桩的旁边，待兔等待兔子，等着兔子来。所以这个意思，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想努力工作，他只想等好的事情发生。那是不可以的，是不是？我们不能只等好的事情发生，那样好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我们应该努力，那就是你很努力的学中文，你来听我的，你来看我的视频，听我的视频，那你真的很努力，所以你一定会有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也就是你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活里会有好的事情发生，因为你很努力，你很棒，能听到现在，那你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守株待兔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成语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有用。我们不要守株待兔，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然后下一个话题，我说到了中国的老年人，但是呢，人
不是生下来就是老年人，不是生下来就是老年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小时候，先是小 baby， 然后是儿童，那这是童年的时期，很快乐，大家都是小孩子。然后我们一点点长大，从13岁开始，我们是青少年了。青少年，那就是13岁、14岁、15岁，一直到19岁。青少年，那这个叫青少年是在青春期里，青春期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很特别，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一个时期，人生中最特别的时期就是青春期。然后青少年完了以后就是青年时期，就是20几岁的人，20到35岁都可以是青年时期。青年人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的人。然后呢，就是中年人就是中年时期里的人，那我就是中年人，我是中年人。最后的一个时期呢，就是老年时期，老年时期里的人叫老年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年人啦。那在中国退休的年龄是什么样的呢？几岁可以退休呢？多大可以退休呢？女人的话，如果是女人，会有体力劳动、体力工作的人和脑力工作的人。做体力工作的女人呢，是50岁退休。做脑力工作的女人就是55岁退休，是吧？这是差5岁，差了5岁，一个是50，一个是55，那这两个差中间有5年，不一样的地方，5年的不同，我们叫差5岁，差了5岁。但是男性呢，他们的退休年龄，脑力工作和做体力工作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60岁。所以在中国退休的这个年龄是很早的，是吧？尤其是女人退休非常的早，50岁、55岁就退休了。那人的一生很长，可能活到80岁，是吧？活到90岁，那这是很长的。那如果你50岁退休了，你还有如果你活到80岁吧，那你还有30年呢，是吧？你的人生还有30年，那你做什么呢？在中国呢，很多老年人都会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个照顾也可以说是看孩子，看自己孩子的孩子。这个特别的普遍就是常见，经常看见，就是老年人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孩子，他们送孩子去学校，接孩子回家，然后陪孩子，陪伴，对吧？陪着孩子一起写作业，然后可能会给孩子做饭，这个是最多的老年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看孩子，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们口语上会说看孩子老人帮我看一下孩子。是，这个真的很常见。然后呢，还有2件事情，一个就是去旅游，是吧？去旅游就是去哪里玩，可以在中国里
中国里面旅游，去中国的四川玩，去中国的上海玩，去中国的北京玩，或者来我家，我是大连人，我的家乡在大连，很多人会来大连玩，大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非常的美，是一个海边儿，有很多海，有很多人，老年人会去旅游，他们会在中国里旅游，或者去中国的外面，那可能是去别的国家，但是这是有钱的老年人，有很多老年人不是那么有钱，这个退休你会拿什么钱呢？人退休了，不工作了，以后拿的钱叫退休金。这个金就是钱的意思。退休金，每个人的工作的退休金都不一样，是不是？有些人的退休金高一点，有些人的退休金低一点，那退休金高就是更有钱。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会去老年大学去上课，他们会上很多不同的课，比如照相啊，咔嚓咔嚓照相啊，他们也有学这个什么跳舞，还有他们会学很多东西，真的会学很多东西，还有什么做饭，还有做蛋糕，什么课都有，很有意思的课，都是很有意思的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老年人经常会很孤单，很孤独，因为他们的孩子都不在家了，他们的孩子都走了，去大城市工作了，所以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孩子很孤单。有一些老年人，所以他们能去老年大学，在大学里和别的老年人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玩一起上课，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我的爸爸妈妈就很喜欢去旅游，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旅游他们很喜欢旅游，他们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旅游了，也去了很多外国的国家，什么英国呀、美国，没去英国，但是去了欧洲的很多国家，也去了美国呀，然后也去了还有什么国家他们去了差不多了那现在他们又开始在老年大学上课，上很多不同的课，不一样的课，所以每天都非常的忙，因为我不是在家的孩子，我不住在家里，我和我的爸爸妈妈住得很远，住得非常的远，所以呢，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这就是我们最近聊的话题，这些都是聊的话题，所以我今天和你一起回顾以前的话题，就是呢，回头看，我回头看那就是看以前的东西，我看以前的东西叫回顾，我们一起回顾了以前说的话题，这个就是你可以一边听听竹子说话，听我和你说话，然后你可以一边做别的事情，
一边走路啊，一边跑步，一边走路，一边跑步，一边做家务活，一边做家务活。我希望这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下次我再和你回顾别的话题，好吧？我们下次再回顾别的话题。你听了1个小时，真的很棒。我给你点赞，竹子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很棒哦，很棒。